凤家的丑八怪怕是脑子坏掉了吧？明明是个废物，还敢来挑战皇家举办的精英擂台赛！我不是同归于尽了吗？怎么还能感觉到疼痛？原来我穿越了。原主来这里是因为听说这次精英擂台赛的彩头是能打通经脉的破障丹，便想来试试运气。结果破障丹没得到，小命倒是断送了。青雨妹妹，你怎么样了？都怪我，早知道我就不该在你面前提起破障丹的事情。可我实在没想到你对破障丹这么渴望。若不是他的怂恿，原主也不会断送性命，真是蛇蝎心肠。二姐，你太善良了，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他这废物活该。看他那副德行，废物还敢出来丢人现眼！在骂人之前，先撒泡尿好好照一照自己。尖嘴猴腮眯眯眼，你又能好看到哪里去？凤青羽，你是瞎吗？你哪只眼睛看透我是眯眯眼了？不好意思，刚刚将手抽回来的时候，正巧你就凑上来了。我还好奇呢，你是找抽吗？凤青羽，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青羽不是废物吗？为什么能将修为在炼气2重的人揍得毫无还击之力？难不成是巧合？人或丑或美都是天生父母养的，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爹娘将我生成这样，你们又有什么权利来指责我？四妹妹，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叫废物丑八怪，怎的今日这么较真？至于吗？这倒是令我惊讶，只许你说得了我，不许我较真。四妹这话严重了，三妹不是故意的。感情人家骂了我，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来二姐三姐性子宽厚，脸皮也比我厚得多呢。青羽，姐姐可是为你好。大可不必，你是不是为我好，我心知肚明。原来我目前所处的在玄灵大陆上一个偏僻小国赤云国，原主的爹是赤云国左相大人凤哲霄，先是娶妻刘氏，在生下相府大小姐凤静怡之后撒手人权。同年，妾室柳如云生下长子凤元心，在相府站稳了脚。1年多后，又生相府二小姐凤新瑶，随后小妾方氏生插与凤新瑶同岁的3小姐凤珍。也是在这一年，凤茄霄娶了第2任妻子原主母亲主灵。次年，卜灵生下原主后无故失踪，自此音讯全无。凤茄霄当时疯了一般，几乎翻遍整个赤云国都未将卜灵找回来。之后无心再娶，便将生下长子的柳如明扶上正妻之位。往后我便是你，仇我会给你报，会尽力想办法去修炼，也会尝试去寻找娘亲的踪迹，你可以放心了。怎么，你又想让我钻狗洞？两位大哥，你们快帮我将他拉开啊！我再不济也是4小姐，要为这狗奴才针对我4小姐饶命，小的知错了。这会儿知道求饶了，将门打开。是。往后再让我钻狗洞，本小姐直接卸了你的狗头。不过是个又丑又无能的废物，你给我等着！云香，小姐，你可算回来了。小姐，怎又弄一身伤？我没事，养养便好了。以后没事，咱们还是别出门了，好不好？每次出去之后回来都是一身伤，云阳看着心里难受。好了，以后再也不会了。奴婢先给小姐打水擦拭一番吧，待会儿再去厨房端饭菜。大半日没进食，小姐恐怕也饿了吧？先去倒水吧。这里偏僻陈旧，却也安静。虽是相府小姐，惨也是真惨，竟然真的是毒。出生的婴儿天生丹田破碎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也没听谁说起过原主母亲怀胎时受过什么重伤，那便极有可能是在后期被动了手脚。只是能做到这般潜移默化让我的丹田碎裂，可见背后之人的修为并不简单。可惜没有银针，否则我还能验一验脸上的胎记是否也是因为毒导致的。谁说没银针？我这里多的是，你要哪种？何人在说话？哼哼，胆子可真小，我都不明白赤焰指环为什么要认你为主。赤焰指环，那不是我在锦溪大厦与人争夺的指环吗？难不成我来这里是因为赤焰指环？
还不算太笨。你说你有银针，在哪里？我要如何才能拿到？进来就能拿到了。如何进来？原来赤焰指环另藏神机，难怪当时在蓝星的时候，雇主出大价钱请我出山，本来是为别人抢夺的指环，如今倒是让我占了便宜。眼下还是先将身上的毒素弄明白吧。刚刚跟我说话的人，你在这里吗？果然是毒，既然是毒，那就好办了。脸上的毒可借银针逼出，再配合解毒汤药便能痊愈。至于封住经脉的毒，还得细细探查解毒方法才是。已经过去了1刻钟，想来云香那丫头该回来了。小姐，奴婢将吃的拿来了。你嘴角的伤是怎么回事？奴婢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已经没事了。小姐，厨房那边说今日因为去得太晚，只剩这点饭菜了。奴婢不饿，小姐快吃吧。你便是为了这点吃的，被他们欺负了？不是的，小姐，奴婢真是摔的。端着桌上的东西，跟本小姐去一趟厨房。咱们今日也改善改善伙食了。小姐，你等等奴婢。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都在呢。哟，四小姐来了，不是跟云香那死丫头说了吗？今儿饭菜可没。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四小姐杀人了！继续喊，冷饭咸菜就在屋外，惊动我爹，看谁遭殃！我是四小姐，哪怕受罚也罪不至死。你们可没这好运。四小姐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似乎小姐今日回来之后，跟以往不一样了呢。云香，将灶上的鸡汤端上，还有那边糕点，砂锅里的燕窝粥可都是好东西。是，小姐。四小姐，你们想说什么？没什么。四小姐，请便，请便。今日之事，你们若是敢去告状，本小姐见一次打一次。是，咱们要不要去跟夫人告状？难不成你还想再被揍一顿？再说了，咱们身上的伤看着并不算严重，万一四小姐反咬一口怎么办？毕竟咱们确实克扣她吃食了。这相府的差事怎么这么难？嘘，你不要命了？云香，你先下去吧，我休息会儿。是。看来这空间中还有只了不得的小兽。云香，小姐不是说要休息一会儿吗？怎的就醒了？是睡不着吗？我休息了多久？不到1刻钟差。难不成空间和外界还有时间差？依照云香提供的时间计算，外界1日相当于空间10日。若是利用得当，我岂不是比别人多了10倍的时间？四妹妹，你这是要出去吗？二皇子来了，四妹妹这会儿怕是出不去了。爹让我叫你过去呢，好像是与你的婚事相关。婚事？他们在哪里？妹妹跟我来。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本就该属于我，就凭身后这个丑八怪也配。装模作样，以为这样的把戏能让我另眼相待，想到他那胎记就作呕。父皇终于同意退亲，这么好的机会可得好好把握。青羽，还不快跟二皇子见礼？有事。四妹妹，爹爹让你跟二皇子见礼呢。我没聋。四妹妹，我也是好意提醒你，今日为何总这般不待见我？没想到凤四小姐竟如此不识好歹。青羽怎么跟你二姐说话的？让你跟二皇子见礼，还亏待你了不成？老爷，青羽还小，还是个孩子呢，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还小？他都18岁了，过2年都要谈婚论嫁了，还小。瑶儿也就比他大了1岁，比他要知书达理得多。他从小有人教导，自是不一样。我可是野生的，从小娘不在，爹不闻，住着漏风漏水的屋子，吃一顿饱饭都是奢望，能活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我懂礼数？青羽啊，你这是说什么糟心话？母亲自认对你们都是一视同仁，又怎会不给你饭吃？母亲，你也配？你一个妾室，哪怕抬上去，那也仍旧是妾，哪有资格跟逝去的刘氏和我母亲相提并论？青羽，你
怎可这样说我？你这个逆女！今日我若是不好好教训你，我便跟你姓。难不成你现在不跟我姓？你这个蠢货，废物之躯居然也敢顶撞爹爹，他难道不知道脱离相府的他什么都不是吗？父亲王到。六皇叔怎的来了？怎么，真儿能来凤家，本王便不能来？皇叔误会了，侄儿自然不是这个意思。凤四小姐倒是颇有主夫人当年的风姿。皇叔，您看错了吧？凤青羽不丢脸就不错了，怎及当年比夫人一二？要么我说你年轻气盛，错将珍珠当榆木呢？不知皇叔此话何意？真儿今日来相府，可是有事？侄儿今日来，自是为了退亲一事。退亲？此事你可跟你父皇商量过？这亲事可是比夫人为凤四小姐争取来的，轻易退不得。父皇若是同意，此刻来这里的便不是我了，而是父皇的一纸诏书。凤青羽，我不喜欢你，从前、现在、将来都不会喜欢。哪怕你用尽一切手段嫁给我，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放手吧。我用尽一切手段嫁给你，叶征，你是对我有什么误解，还是对自己太过自信？反正我的话已经放在这里了，今日无论如何，我都要退亲。强扭的瓜不甜，天涯遍地是芳草。凤四小姐可懂本王的意思？好，好什么？不是你说要退亲吗？我答应了。难不成你想反悔？我怎么可能反悔？若是没我什么事，就先走了，告辞。凤青羽跑得这样快，不会是有什么猫腻吧？凤青羽字写的不错，这凤四小姐当真与传闻中不同。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本王也该走了。3日后的赤云堂会，凤相莫要忘了将四小姐也带上。本王觉得她有意思的紧呢。是，能参加赤云堂会的，无一不是赤云国的精英。凤青羽那个废物有什么资格踏入？去给凤家丢人吗？本皇子也该走了，还得去跟父皇交代一声。爹爹，二皇子这是什么意思？想过河拆桥吗？他若敢言而无信，我便能让他此生与皇位无缘。小姐，他们没为难你吧？放心。此人修为大概炼气4重，真有意思。这时候派人灭口，为混淆视目吗？我的眼睛！对付炼气4重的修士就已经挺费劲了，还是在借助空间的情况下。若是修为再高点儿，我怕是有心无力，还得想办法早点修复丹田，疏通经脉。你若是能将体内的毒解了，圣泉或能为你重塑丹田。我叫赤玄，这是圣泉，具有洗筋伐骨的功效。普通人泡之能驱除沉歌，延年益寿；修炼之人泡之能洗筋伐魔，提升根骨。我告诉你，只是不想你死太快，毕竟我才觉醒，你可千万不要打我的主意。云香，小姐，您还未睡啊！小姐，这是怎么回事？有人想杀我。云香，我现在要将这具尸体扔出去，你留在这里清理血迹，能做到吗？小姐放心，云香定清理干净。虽然不知道派人杀我是不是你的手笔，但总归与你脱不了干系。凤心瑶，这才只是个开始。这可是个好东西，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小姐，时辰不早了，早些休息吧。好，你也去睡。
第一桶金就看你了。究竟是谁干的？小姐，大事不好了！闭嘴！昨夜进贼，你竟没察觉？奴婢也不知啊！不知？那我要你何用？来人！小姐不要啊！奴婢有重要线索禀报。你最好说点有用的话，否则让你活不过今日。院中的玉落树被偷了。还不赶紧去找回来！挖地3尺也要找，否则摘了你们脑袋！奇了怪了，小姐，今日居然是厨房的李嬷嬷亲自送来的早点。怎么了？小姐，听说二小姐房里出了死人，院里的玉落树也被挖走了，恐怕是恶事做多，遭报应了吧。小姐今日不出门了吧？还得出去，有点要事。那你小心。你站住！姐姐，小心身后。我蒙着面纱，戴着卫帽，穿着也瞧不出男女，你怎知我便是姐姐？长得这样漂亮的肯定是姐姐。小曲儿，撤！陈王大败北漠铁骑，今日班师回朝了。15岁去边关大获全胜，真乃吾等楷模。离开这么多年，才刚回来就敢如此张扬，朕的这个弟弟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狂妄不羁。陛下，陈王殿下立下如此大功，陛下和文武百官理应去城门口相迎。如今陛下赤云百姓受我庇护，若敢不服，杀之！先皇本是属意。你双眼似乎在何处见过，多谢。你没事吧？没事，只是有些吓着了。我叫阿吴，多谢姐姐相救。没事便好，快些回家去吧。明明只是一个人，为何却能感觉到2个神魂变动？主宰的神魂无比强大，另一个却几乎不可察觉。进门需10万灵石凭证，另交50灵石入门费。我来寄拍物品，这位大哥可否通融？寄拍走这边，去后院找掌柜。多谢。鄙人李维忠，贵客要寄拍何物？掌柜先长长眼。福叔，您快瞧瞧这丹药，竟是上乘的3品清髓丹。这位贵客，3品丹药往常预计能拍出大致20万灵石的价格。您若是确定寄拍的话，可以在休息区等一等，可好？拍卖会很快就会开始。行。南风，去查一查刚才路上救人的女子是什么来路，着重打听一下相府最近的新鲜事。是。奴才恭迎陈王殿下回朝。大总管怎的来了？陛下让奴才宣您去宫里走一趟，还说带路。殿下等等奴才呀！九弟此次大败北漠，为智云国创下如此丰功伟绩，实乃我智云国之大功臣，朕深感欣慰。说吧，想要什么赏赐？臣弟记得皇兄8年前说过，若是我大败北漠，便让我将母妃带回陈王府颐养天宁。皇兄是否要兑现承诺了？既然之前答应过九弟，自是应允的。稍后九弟便能带着容太妃离开。九弟此次立了大功，赏赐还是要有的。朕瞧着九弟到了婚嫁之龄，便赏赐你一桩良缘，如何？请便。臣弟要去接母妃，便不和皇兄多聊了。陛下这是怎么了？传朕旨意，相府4小姐凤青瑜娴熟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今赐婚于陈王叶敬寒，待及刀后大婚。这……你有异议？
奴才不敢，奴才稍后便去陈王府宣读陛下旨意。贵客今后若是还有丹药，可尽数拿来浮生拍卖行。有劳李掌柜。这是我们浮生行的贵宾令牌，今后进出免一切费用，贵客只需用灵力在令牌中留下姓名，便能永久存根。此令牌适用于整个玄灵大陆的浮生拍卖行。多谢。方才望着那人往这边来的，怎么突然不见了人？咱们好不容易跟了他1个多时辰，可千万不能叫他跑了。你们可是在找我？乖乖将身上的钱财交出来，今后我们兄弟3人会好好疼惜你的。都10几岁了还来测，怕不是没灵根又来试吧？没灵根难道还能长出来？兴许人家觉得能呢。安静，灵修殿内岂容尔等喧哗。下一个到你了，若测过就不必浪费灵石了。晚辈第一次测。我看你还是别白费这个心思了。没灵根就是没灵根，你就是测上千次万次，仍旧是这个结果。就是，还不如回家让家里好好给你寻一门亲事。全属性满级，这简直是鬼才！测验珠已毁，今日测试结束，都散了吧。姑娘请留步。长老可还有事？不知姑娘姓甚名谁，出自何处？姑娘不要误会，这是我们灵修殿的规矩。若是有天赋突出的弟子，都是要统计上报的。晚辈阿凤，无父无母，四海为家。满级天赋啊！祖宗保佑，我赤云国竟然出现了满级天赋的全属性天才，简直是天助我也！去通知朕的皇子们，谁若是能俘获这位阿凤姑娘的芳心，朕便封谁为太子。夫人，二小姐，小姐真的在休息，奴婢没撒谎。你一个下贱的丫鬟，有什么权利阻挠本小姐？四妹妹不会是悄悄溜出去了吧？出门不报备，真是不合礼数。带着侍卫和家丁勇闯妹妹闺房，便是你这个做姐姐的礼数。妹妹说的什么话？姐姐这不是怕你出事，所以想带人进来瞧瞧。看我是否出事，需要带这么多人。凤心瑶，你当我傻，还是你自己脑子不灵光？青羽，玉落树是否在你这里？丢了东西，来我这里耍什么威风？凤青羽，相府如今还在我的掌控之中，你不过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我劝你将尾巴乖乖给我盘着，否则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威胁我，你一个妾室也配？凤青羽，我杀了你！这是凤青羽自找的，就算老爷回头问见，我也有话说。这是干什么？还不快将剑放下！胆敢谋杀未来的陈王妃，凤二小姐，你好大的胆子！不知常公公来相府有何要事？这未来的陈王妃又是怎么回事？凤夫人今日这胭脂打得不错。四小姐，接旨吧。常公公让你接旨，怎的还站着？你想置相府于不顾？放肆！哪里轮得到你这个庶女插嘴了？陛下早有旨意，主夫人及其后人免行跪拜之礼。怎么，你有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常公公，不知这圣旨可否不接？哎呦，四小姐，陛下的圣旨不接那可是死罪啊！再说了，陈王殿下可是人中龙凤，更是咱们赤云国的大英雄，您驾他亏不了。哪家要回去跟陛下复命了？四小姐好好歇着。看来我得尽快解毒修炼，查明娘亲离开的真相，离开这鬼地方。至于这该死的赐婚圣旨，见鬼去吧！娘，凤青羽那个废物居然被陛下指挥了陈王殿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瑶儿放心，他等不到成为陈王妃那一天的，娘保证。一个废物而已，想弄死他，法子可太多了。可我的玉落树，还有那个死尸的……娘方才细细感知，并没有发现玉落树的踪迹，也没有丝毫血腥气，想来他没那么大的本事。该找个什么功法好呢？跟我来。赤璇，今日给你买的糕点可好吃？一般吧。愣着干什么？跟我来。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楼上。床头柜有本万象诀，最适合五行灵根。果然有功法。万象诀，万法之缘起，凝神调息。让你查的事如何了？主子，
据属下调查的结果，今日救人的那个女子便是相府小姐凤青羽。只是属下不解，传闻中她并不能修炼，但从她出手来看，根本看不是不能修炼之人。她出手的时候，本王确实没有察觉到灵力变动。没灵力居然也有这么好的身手，不过是谱子刻意收敛修为，肯定轮不到她出手救那个小男孩。关于相府，还有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昨日凤四小姐被凤新瑶忽悠去参加精英擂台赛，据说当时的情况比较惨烈，似乎正是因为被揍得很惨，四小姐这才性情大变，奋起反抗，还给了二皇子一纸休书，退了与他的婚事。比夫人的女儿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主子，咱们不回北漠了吗？不着急，在北漠待得挺久了，换个环境待一待也是极好的。只剩下8000多块灵石，既然我有火灵根，是否能尝试着自己炼丹？小姐，您起了吗？进来吧。小姐，这是相爷差人送来的衣服和首饰，说是明日让您打扮的妥妥一点，随他去参加赤云堂会。怎的这次赤云堂会还将我给叫上了？不过听说赤云堂会不仅有对修炼有益的宝物灵药、各种武器和珍稀矿石，偶尔还会捕捉到灵兽。谁要是有本事将灵兽驯服，往往只需要支付少量的灵石就能将灵兽打包带走。这要是能带回来一只母狐狸，赤玄应该会很高兴吧？将衣服检查一下，针脚是否松动，布料是否异样，检查好先放一边。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小姐又要出去啊？好好看着家，我不会出去很久。小姐这2天也太奇怪了，不会是被什么邪门的东西附体了吧？你们是谁派来的？柳如云还是凤新瑶，亦或者叶征？一击炼气3重，居然这么……这位姑娘可是叫阿凤？大皇子叶江，他想干什么？在下叶江，听闻姑娘大方异彩，可否请姑娘喝杯茶？没空。我说皇兄，你好歹也是咱们赤云国的大皇子殿下，人家都拒绝你了，你还热脸贴冷屁股追上去干什么？有本事你别去贴啊！是弟弟的错，皇兄请便。阿凤姑娘饶命，我没有坏心。你跟着我做什么？我记得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怎么会是你？你个废物，装什么阿凤？我看有病的是你。我不屑模仿谁，好自为之。欲擒故纵，等我追到阿凤，有你哭的！守好门，任何人不得打扰。是小姐。这女人虽然有点死脑筋，但是天赋不错，第一次炼丹算有模有样。赤玄，你这睡姿……我这睡姿好看着呢。云香，备水。你，将水放这儿，去备早膳。是。天啊，太美了！想害本小姐，你还嫩了点儿。该死，这都没成功，这废物哪来的一身功夫？这锅汤没有泼到他身上，今日他岂不是还得跟着去赤云堂会？青羽来了，废物还去自取其辱，不如扎根西院。天赋一般就笨鸟先飞，庶姐有何资格说我？别吵了，爹爹马上到了。瑶儿呢？睡过头了吧？凤青羽，你别想背后给我穿小鞋！瑶儿见过爹爹，方才来的路上摔了一跤，不小心将脸摔伤了，这才来的迟了点，望爹爹不要怪罪。无妨，脸上不会落下伤疤吧？
只是淤青，不会落疤。那就好，咱们出发吧。凤青羽，为了避免你丢相府的脸，你还是打消参加赤云堂会的念头吧。停车。本王去神武殿正巧路过此处，四小姐若不介意，本王的马车或可载你一程。顺路？谁不知道陈王府和相府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主子什么时候也学会睁眼说瞎话？你是陈王？见过陈王殿下。可要本王拉你一把？殿下，他乃废物，恐污了您名声。妹妹毕竟是女子，孤男寡女共乘一车，恐惹人闲话。妹妹还是与我们同乘一车吧。本王邀自己的未婚妻共乘一车，名正言顺。何时轮到你们两个庶女在这里说长弄短？既然陈王盛情相邀，青羽却之不恭。凭什么？那个废物凭什么能得到陈王的青睐？他明明就是个丑八怪废物，陈王殿下怎么会看上他？陈王为何不拒婚？为何要拒婚？我长得丑，天赋差，人也不聪明，还爱慕虚荣，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理由吗？如此贬低自己的女子，本王还是头一次见。怎么，我皇兄将你赐婚给我，竟让你觉得这样委屈，迫不及待想要退了与我的婚事？陈王该知道，你是高高在上的战神，我只是一个被世人唾弃的废物，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再者，皇帝此举明显不怀好意，陈王为何还要顺了他的意？在本王看来，四小姐并不如世人相传的那般愚笨。那又如何？丑和废铁是事实啊。本王不介意。你，这凤四小姐不仅胆子大，脾气似乎还挺暴躁的，居然敢在主子面前上下蹦跶。关键主子就那么由得她胡闹，这不对劲儿啊！主子不会是被那四小姐灌了迷魂汤吧？今日多谢陈王相在一程，青羽先告辞了。神武殿，非武者不得入内。主子，这是赤云堂会的第一道关，只能靠他自己。走吧，我们直接入后院。是。哟，这不是凤青羽吗？废物也想参会？这是林家的林暮雪。前段时间还听说她在闭关冲击炼气6重呢，看这架势应该是成功突破了，真是天才。四妹妹，我早就说过，你来这里不过是自取其辱，何必呢？若是我能成功挑战林暮雪，是否能顺利入神武殿？凤清月是疯了吗？她居然要挑战林暮雪！莫说林小姐这等天才，你若是能挑战成功，在场的任何一人都能让你入神武殿。那行，我就要挑战林暮雪。你说你挑战我，是你敢不敢？好，我接受你的挑战，但我有个条件。你说。若我赢了，你那双眼睛归我。那双眼睛还是很好看的，若是将他的眼睛挖了，让府中的药师给我换上，我便也能名动天下。万一输了呢？既是赌约，当然得事先压上双方的赌资。我这双眼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哼，这里有150万块灵石，若是我输了，这些都归你。150万灵石加一个空间袋，赌你这个废物的一双眼睛，还算体面吧？好，这蠢货自己找死，倒省了我不少功夫。虽然平日里没什么交集，毕竟姐妹一场，怎么能？13年前，她也这般傲立群雄。真像啊！你的未婚妻都沦落到与人对赌的地步了，还不出手吗？她可以，可以。我承认凤四小姐比传闻中要优秀，但她此刻面对的是林家的林暮雪，炼气6重的天才。九皇叔乃我赤云国的战神，天之骄子，怎不为了凤青羽这等废物出手？是她，阿凤姑娘。皇兄看清楚了，那是凤青羽，可不是什么阿凤姑娘。阿凤姑娘那等满级全属性的天才人物，也是凤青羽能比得上的。难不成我认错了？凤青羽，念在你没有修为的份上，我让你先动手，希望你不要后悔。天啊！凤青羽居然有修为，还是炼气3重！即便他不是废物，炼气3重挑战炼气6重，也绝无赢的可能。他还是太自大了。怎么可能？他明明是废体啊！竹灵，我们的女儿不是废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错不错。凤青羽，哪怕你不是废物，炼气3重，仍旧不是我的对手。冰裂！凤青羽竟是攻击和防御力最强的金灵根，金灵根是天生的战士，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可惜看这架势，林暮雪并不会手下留情。你输了。
林暮雪竟输了！我输了，空间带是我的了。堂堂4大家族的大小姐做事竟这样不干脆，还真是容易让人没有好感。给你！孟青雨竟在背后悄悄积攒了修为，如今连炼气6重的林暮雪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到底想做什么？看来回去得娘亲说一声，让哥哥早些回来一趟。皇帝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的，怎么今日反倒为凤青雨出了把风头？这是摆明了不给哥哥面子。皇兄言重了，弟弟只是看不惯林暮雪言而无信罢了。哼，记住自己的身份，跟我作对，你还不够资格。是。哈哈哈哈！看来人都到齐了。见过子阳长老。九王爷，别来无恙。子阳长老随意便好。竟是九王爷，可惜凤青雨那个丑八怪，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既然人已到齐，堂会开始。听闻萧齐公子剑术一绝，不知可否先给大家来个剑舞助兴？晚辈遵命。子阳长老，既是剑舞，必然是少不了琴音陪衬，晚琴不才，愿自荐之。好，苏小姐擅长音律，剑舞若是有你的琴加入，必定锦上添花。子阳长老，萧公子剑术超绝，一人奏琴恐气势不够，我家四妹妹精通音律，不如让她和婉琴姐姐合奏可好？瑶儿往常还算乖巧懂事，今日怎么开始搬弄是非了？她的真实身份竟是相府的凤青雨，还真是个狡猾的丫头。就是不知将来众人知道凤青雨不仅不是废物，而是满级全属性的天才，会是什么表情？凤四小姐，你可愿跟苏小姐合奏一曲，为萧公子的剑舞助威？四妹妹，你不是最擅长音律吗？可千万不要推辞哦。还真是令人意外，凤四小姐俗人一个，竟也通音律。凤四小姐可得考虑清楚，否则便是不给子阳长老面子了。凤四小姐不必有压力，若是有把握便上，没把握拒绝便是。无论如何，老夫不会怪罪于你。琴来，四小姐好魄力。此琴名长鼓，本王至今无法奏响，四小姐可要一试？好琴，多谢六王爷。苏小姐，可会广陵之曲？会的。传闻中不受宠的废材，竟然能奏出如此杀伐之音，当真令人惊喜。他怎么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啊！四小姐小心！连胎记都一样了。凤青雨，你过分！又不是剃光了你的头发，好什么？我杀了你！瑶儿，这是神武殿，不得放肆！当着本王的面嘲弄本王的未婚妻，当本王是空气吗？九皇叔，本王做事向来只认亲不认理，怎么，你有异议？侄儿不敢。那便好。方才萧齐公子的剑舞在苏小姐和凤四公子的琴音配合中颇具气势，萧齐公子更是在这次剑舞中得到领悟，晋级炼气7重，真是可喜可贺。能有此领悟，还得多谢凤小姐的琴音引导，为表心中感激，萧晴敬凤小姐一杯。赤云堂会往届都有以物易物、以灵石易物的环节，此次也不例外。大家若是有多余的或者用不上的修炼资源，可拿出来置换想要的物品，或供有需要的人竞价交换。青雨，我能这样叫你吗？我没别的意思，方才以琴觅知音，我竟不知道原来你琴艺这样好。紫灵果，你不要吗？需要紫灵果的人太多了，很容易便能将价格哄抬上去，最后拿到手必然会比它本身的价值超出太多。循序渐进亦能修炼，没必要逞着一时之快。那边的木灵珠更适合你。多谢，我这就去。
这长谷我极感兴趣，王爷可否割爱？有何条件尽管提。这琴在我手中也无大用，不如送他。既然此琴与你有缘，那便送你吧。皇兄，你该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将这琴送他，是以什么身份？你可知男子送女子琴意味着什么？不好意思，凤小姐，倒是本王思虑不周。无妨，青玉本也没想白要王爷的东西。还是那句话，王爷有何想要的，青玉愿意寻来跟您交换这张琴。听说皇兄这几年一直在打听6瓶养魂丹的消息，我最近恰巧得了一枚，不知皇兄可感兴趣？不知皇帝有何条件？我知皇兄手中的长谷不是凡物，一枚养魂丹兴许不算什么，那便再加上一个许诺如何？整个玄灵大陆，又有几人能担得起主子一诺？难不成主子针对那貌不惊人的凤四小姐动了心思？许诺？皇兄可以慢慢想，若是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告诉我不迟。这张琴如今是你……成王殿下该知道，我们之间的婚约不是束缚彼此的条款，你也不需要为我做这些。既然如今这琴已经到了你的手中，不知成王有何要求？这凤四小姐是脑子坏掉了吗？主子这般容貌绝色、气质出众、权贵滔天的男子，还是第一次给女子送东西，他竟然忍心拒绝。可还记得第一次相见，你从火云居下救下的那个孩子？这个就当谢礼了。本王既送出去，便没有再收回的道理。如今东西已经是你的，是留是扔，全凭你自己。既是如此，这长谷我就收下了。多谢成王殿下，以前极少有人送过我东西，尤其是男子。若不是长谷给我的感觉特别，我是绝对不会要的。什么救人的谢礼，不过是托辞罢了。或许可以给他回个礼，不知道他需要什么。凤青羽，我要挑战你！寒月公主怎么来了？她为何要挑战凤青羽？凤青羽似乎没有得罪过她，难不成是因为二皇子的缘故？毕竟寒月公主跟二皇子是同胞结底，当姐姐的护着她也正常。听说寒月公主都快炼气10重了吧？居然跑来挑战炼气3重的凤青羽，看来这凤青羽很不讨喜啊！寒月，神武殿不得乱来，你都多大的人了，还这般小孩子气？凤四小姐可惹你了？倒是没有，就是看不惯她。寒月见过6皇叔、9皇叔。凤青羽，我向你发起挑战，你可敢应战？为何不敢？据我所知，下次皇家精英擂台赛在3月之后，届时一较高下。好，若是你输了，我希望你能跟我9皇叔退婚。寒月公主，青羽和陈王殿下乃陛下赐婚，你身为皇室公主，本应以身作则。如今此举，莫不是想让她抗旨拒婚？凤相言重了，此事对于凤清月来说又不是第一次。毕竟在这之前，她曾被我征地退过一次婚，不是吗？赤云国谁人不知，相府四小姐丑陋不堪、蠢笨废物，连我弟弟都不要的破鞋，又怎能配得上我风华绝台的9皇叔？本王的事情，谁是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了9皇叔，想插手本王的婚事，你是本王什么人？又何来的资格在此处指手画脚？既然9皇叔当寒月是个外人，9皇叔的事情我便不管了。凤青羽，3月之后，我希望能在皇家精英擂台赛看到你的身影，不来的是懦夫。如你所说，不来的是懦夫。凤青羽，3个月后便是你的死期。凤四小姐，你当真要与他一战？寒月虽然莽撞无礼，一身修为却不低，你不是他的对手。世间之事瞬息万变，6王爷怎知青羽就一定不敌他？不过还是多谢王爷美意，青羽自当小心谨慎。你的破云藤想兑换哪种丹药？只要是带治疗效果的都可以。爹爹，妹妹的丹药是哪来的？莫不是干了什么不正当的勾当？瑶儿，你该知道爹爹最讨厌什么？今日太不像话了。都怪凤青羽，若不是她，我怎会被爹爹呵斥？他该死！等等，赤璇，怎么了？是破灵珠的味道，对你很重要吗？能恢复我的修为，帮我离开这空间。谁有破灵珠？我用10枚归元殿换。10枚归元丹。凤四小姐，请留步！这枚破灵珠是我哥哥用命换来的，之前一直舍不得出手。若是我们当时有归元丹，或许能保住哥哥的命。现在我将这破灵珠跟凤小姐换归元丹吧。
诸位，此次神武殿运气好，收获了2只灵兽，一只是幼年灵兽，看不出具体品种，但隐约能看出属于狼族。大家都知道，狼族向来凶狠，若是培养得好，今后必定是身边的一大助力。另一只是4阶灵兽黑灵虎，幼兽30万，4阶黑灵虎60万，谁若有把握驯服，便能带走。一只品种不详的幼兽要30万灵石，不划算吧？还不知道养大之后是狼是狗呢。别到时候灵石花了，养出来一只娇弱到能直接摁死的宠物，那就亏大发了。不知哪位擅长御兽，可过来一试？我来。李小姐真乃御兽天才，那废物之前能赢，纯属侥幸。黑灵虎在晋级！救救我！求你们了！求你们了！谁来救救我！他为何朝我走来？赤璇，这是怎么回事？别慌，我察觉他似乎没有恶意。放心，有我在，他伤不了你。咬死那个废物！黑灵虎咬死他！太好了，吞了它，以泄我心头之恨。主人，我是景熙大厦的那只小黑猫，你不记得了吗？就是爆炸的时候跟我在一个房间的那只。爆炸之后，我一睁眼就来到了这里，不仅体型大了很多，体内的力量也控制不好，关键神识初开，一切都不适应，一招不慎就被他们抓了。子阳长老，这黑灵虎如今被我驯服，是否支付60万灵石，它便归我了？那是自然，之前便说了，谁能驯服，支付60万灵石就能带走。这黑灵虎，我要了。凤青羽，他竟敢拿着我的空间蛋，用原本属于我的灵石，埋下那只咬掉我手臂的畜生。恭喜凤四小姐喜获黑灵虎一只。晴雨，刚才吓死我了。放心，我命硬，没那么容易死。刚才多谢。刚才我什么也没做，还是你厉害，居然自己便将黑灵虎给驯服了。赤云堂会这一趟收获颇丰，不虚此行。来人了，你先进空间。凤小姐，其实你便是阿凤吧？三皇子为何会如此说？其实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只是感觉你们应该是同一人。不知三皇子找我何事？我想跟你合作一把。合作？合作什么？我为何要跟你合作？对我有何好处？以凤小姐的天赋，今后成就必然不低。但眼下你根基尚浅，赤云国虽为小国，本身资源还算丰富，也好把控。将来若我夺得帝位，赤云国便是凤小姐背后的势力，但凭差遣。你就这么相信我？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赌字。我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哪怕最终输了，我也无怨无悔。我会考虑。阿华便在皇子府静候凤小姐佳音。上来，我送你回家。我自己便能回，不必麻烦城隍殿下。我知道关于你母亲的一些事情。关于我母亲的事，是指什么？你可知相府有一处禁地？是湖心院。那是你母亲的住处。湖心院是你母亲在相府的时候住的地方，为的便是远离你爹和他后院那些莺莺燕燕。在你母亲离开之后，你爹确实花大价钱请阵法师在后山设置阵法，但并非单纯为了缅怀他，而是你母亲离开之前在里面设置了杀阵，除了身负他血脉之人，其余人等入之必死。不知陈王殿下是如何得知？8年前，我还未离开青阳城时，曾被人追杀，误打误撞闯进了湖心院，被你母亲的杀阵所救。所以，你不拒婚，便是因为我母亲的杀阵曾经救过你。或许吧。
其实陈王殿下大可不必这样，我母亲的杀阵只是机缘巧合救了你，我也不需要你以身相许来报恩。我以身相许？这凤四小姐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敢说。主子那等身份尊贵的人物，连赤云国的皇位都不屑看一眼，竟会以身相许去报恩，她还真是敢想。此次赤云堂会，你送我长谷，就当2两抵消了吧。那一纸赐婚，陈王殿下也不必在意，若是有心迷其人，取回去便可。你讨厌我？怎会？陈王殿下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实力高强，任谁都讨厌不起来吧？那你为何还要我去娶别人？陈王殿下还请自重。若我未记错，殿下大我10岁吧？想必后渊娇妻美妾数不胜数。我如今年岁尚小，谈婚论嫁委实太早。再者，我凤青羽虽貌不惊人，却也只愿一生一世一双人。若是让我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宁可不嫁。本王虽已到婚嫁之列，却并未到饥不择食的地步。后院至今空悬，婚我不会退。但若是哪天你觅得良人，可以来北漠找我。凤小姐，相府到了，告辞。青羽，怎么不跟陈王多待一会儿？你别过来，就站那里。青羽，这是为何？我不习惯别人离我太近。青羽，你非要将咱们父女的感情弄得如此僵硬吗？我将父女感情弄得僵硬，这句话最没资格说的人就是你了。你先随我来。青羽，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能修炼了的？前段时间。前段时间？1个月、2个月，还是1、2年前？你的丹田又是如何修复的？你还是跟以往那般对我视而不见比较好，否则我心里会膈应。青羽，我知道你怨我，但在玄灵大陆，无论哪个家族都是如此。天赋好的孩子受到重视，天赋差甚至没有天赋的孩子自力更生，这是常态。爹承认以往忽略了你，但爹不后悔曾经的所作所为。相反，若我对你过于偏爱，反而会成为你的催命妃。所以，懂吗？你保持以往不冷不热的态度就行。我已经习惯了，也不需要你过多关注。看来往后得在他身上多花点心思了。四妹妹回来了，真是稀客。大姐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四妹妹不邀请我进去坐一坐吗？这儿简陋，大姐别嫌弃。怎会，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又有何资格嫌弃你？大姐今日找我，不只是为喝茶吧？有件事情我早该告诉你的，只是那时候你不受重视，也无修为傍身，怕你干傻事就一直没说。我有一次路过二妹妹的玉洛轩，恰巧听见她和母亲在讨论你的事情，听他们当时说话的意思，似乎你的丹田碎裂不是天生的。你告诉我这些，不怕那柳氏针对儿女？这些年，若不是我低调顺从，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再说，我能看出来你对凤心瑶的敌意，也能感受到她对你的杀心。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但你千万得小心。凤元心身负双灵根，又在赤阳宗进修多年，实力不简单。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姐妹一场，你又好不容易守得云开见月明，自是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行了，在你这里待一会儿，我也该走了，省得那柳氏又开始疑神疑鬼。云香，替我送送大姐。如果说丹田碎裂是柳如云所为，那身上的毒呢？都说毒是娘胎里带来的，可毕竟那时候还小，容貌也未长开。既然我的丹田碎了，没必要再多此一下毒毁容吧？又或者娘亲在相府时被柳如云投毒，这种毒素转而到了我的身上。可是娘亲能凭一己之力在后山的湖心院布下杀阵，可见实力不凡。为何单单自己离开，将我留在这里？谜团太多了。你叫什么？主人，我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啊？就叫蓝悠悠吧。谢谢主人。行了，你先去玩会儿，我要去修炼了。等天黑跟我去一趟后山。
悠悠，该行动了。何人胆敢夜闯我相府？到底是何人在这里装神弄鬼？既然来了，那便现身吧。凤玄霄竟是筑基境的修为，主人，我去对付他可好？你白日在神武殿露过面，他肯定能通过气息辨别你的身份，从而联想到我头上。再说了，哪怕你将他引开，那阵法我也同样进不去。是我。你怎么会来这里？料想到你会夜间行动，就想着来瞧瞧。陈王殿下，叫我阿景，或者靖哥哥。为何要帮我？我以为你知道我不喜与生人走太近。我若不来，你连你爹布置的阵法都进不去。这里的灵气竟这么浓郁。这还只是外围，待进入湖心院杀阵的范畴，灵气会更加浓郁。只能送你到这儿。多谢陈王。还叫陈王？阿景。这处杀阵不杀与娘亲有血缘关系的人，大概率是唬人的吧。果然，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信男人那张嘴。悠悠，小心！主人，你没事吧？无碍。杀阵袭击，兴许只是想验证主灵血脉，我或许错怪叶静寒了。为什么都是一些情诗？青儿，对不起，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娘亲或许已经离开多年。本想陪伴你平安长大，但是我不能，请原谅娘亲的无可奈何。此件事由涉及巨大，娘亲不便在信中与你细说。日后若是还有机会再见，此处杀阵是娘亲为你而设，在你出生时，娘亲用毒将你的经脉封住，容貌遮掩，便是为了让你脸尽锋芒，避免幼年遭相府那些女人的毒手。如今你既已归来，想来有了一定的保命手段。解药在书架第5排的第2个格子中。既已归来，难道他算到了我会从意识重生？内藏紫金灵髓，难怪此地历经岁月依然灵气不竭。这可是炼金藤的藤条，坚韧程度不弱于神兵利器，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居然就这么被随手扔在外边。传说中的这位娘亲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任务？随便拿出一个物件都是稀世珍宝，想来出身不简单，居然会看上凤齐萧这样风流又普通的男人。谁派你来的？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悠悠，跟着我折腾这么大半天了，你饿不饿？不想说不逼你。正巧我的小老虎饿了，你发挥下余热。毒妇，有种痛快点杀了我！我又不是男人，要种做什么？比起你这把剑，我这不算什么吧。悠悠，跟我走，隐蔽点儿。黄泉路上最后的疯狂，便宜你们了。
今日弹奏时，便觉与他极其契合，也不知是否内藏玄机。没想到此次赤云堂会，还真是让我碰上了一件宝贝。炼气期每3重为一个小阶段，如今突破炼气4重，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收获。小姐，您起了吗？进来吧。小姐，今日一早府里到处在议论小姐昨日在赤云堂会大放异彩呢，奴婢竟不知小姐这样厉害了。不过是小打小闹，不足挂齿。小姐能打赢炼气6重的林木雪，可不是小打小闹。如今他们还只是知道小姐能修炼了，若是有朝一日得见小姐真元，恐怕会惊讶的下巴掉一头呢。贫嘴！小姐，这是今日一早厨房那边制作的果子饮，新鲜着呢。李婆婆叫奴婢拿来给小姐尝尝，你试试看，可好喝？这果子饮是那李婆子亲自让你端来的？是啊，小姐觉得不对胃口吗？她让你带来的时候神色可有何不对？没有不对，跟前几日一样，满脸讨好呢。难不成这果子饮有问题？喝不得！太过分了，他们居然敢给下毒！奴婢刚才岂不是差点将小姐害了？四小姐，老爷让您去一趟书房。昨日才去过，今日又去，也罢，去瞧瞧进度。小姐，您都没好好吃饭，多少吃点啊！福叔，四小姐怎么了？百合院有动静，没听到吗？四小姐，听老奴一句劝，不该咱们管的事情还是不要管的好。夫人毕竟是相府主母，是小姐的母亲，往后小姐婚嫁嫁妆多少，可都是由夫人说了算，她不是小姐能随便得罪的人。福叔这是在教训我？老奴不敢，不敢？我看你敢得很呢。怎么？是我爹让你这么说的，还是那柳氏许了你什么好处？四小姐恕罪，并非老爷授意，是奴才自己想提醒小姐罢了。若是老奴的话使得小姐不能，你记住你的身份，本小姐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是。你这个畜生，我出去，快滚！既不是本小姐该管的事情，那便走吧，不必在这里浪费功夫。啊，青雨来了，爹爹这会儿要去百合院瞧瞧，你在这里稍等片刻可好？老爷，不要啊！我肯定是被人陷害过，风星宇他一直针对我，一定是他干的。你这个贱妇，自己不检点便将事情怪罪在青雨身上。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不过炼气3重的修为，何来的本事陷害你？老爷，你打我！柳氏，往日我待你不薄，你如今已经在相府主母的位置上了，居然还不知足。这么多年来，确实未曾关注过她。从前以为她只是住得偏远了些，却没想到柳氏给她安排的竟是残垣断壁的院子。她虽为废物，但好歹是我的血脉。虎毒尚不食子，柳氏竟然背着我瞒天过海。青雨，回去将东西收拾收拾，搬去飞羽阁吧。爹爹还有点事情，就不陪你了。去将族老请到宗祠。老爷，夫人好歹也是大公子和二小姐的生母，若是凭老爷一时之气闹得满城风雨，您叫公子小姐今后如何自处？就是为了公子小姐，老爷也要忍着一时之气啊！再说了，今日这事儿总不过就是咱们府中的人知晓，敲打切打，处理起来相对简单。若是老爷觉得膈应，大不了今后不再碰夫人便是。凤青羽，你害了我，如今又害我娘，你这个卑鄙恶毒的女人，给我去死吧！说我害你娘，证据呢？这些年你们害得我还不够惨吗？谁知道这次你娘是不是又想编什么故事来加害我？你胡说，我娘根本不会这么做。会不会这么做，她都已经做了。人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姐回来了，云香，将东西收拾一下，咱们搬去飞羽阁。要搬家了。小姐，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夫人真被老爷罚了？真真假假，日后便知。有些事不是知道的越多越好。后宅生存之道你还不清楚吗？奴婢知道了，多谢小姐提点。见过四小姐。都起来吧。小姐，奴婢秋燕是飞羽阁唯一的大丫鬟，往后便让奴婢来服侍小姐可好？
今日府中到处都在传小姐天赋异禀，连那凶猛的黑灵虎都能驯服，让奴婢好生敬仰呢。小姐，让谁贴身伺候是本小姐自己的事情，何时轮到你来越俎代庖？可奴婢是一等丫鬟啊，自然是该贴身伺候小姐的。一等丫鬟又如何？一等丫鬟便能越过主子自作主张？小姐饶命，是奴婢的错，还请小姐给奴婢一个机会将功补过。在本小姐这里，错了便是错了，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们俩将她送去我爹那里，就说我飞羽阁容不下她这个一等丫鬟。是，四小姐。本小姐不太习惯生人伺候，往后晋升服侍的仍旧是云香，我会将她提拔为一等丫鬟。至于你们，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便好，我不会亏待了你们。是小姐。小姐，这里可比西院好太多了。往常一到下雨天，奴婢就担心屋里进水，以后终于不会有这个顾虑了。你先去找一处屋子安顿下来，再去一趟厨房，让钱里2个婆子来这里一趟。是，奴婢这边去。四小姐，不知您唤奴婢们来是有何吩咐？本小姐只是觉得早上的果子饮鸾甜可口，味道非常不错。原本也不知道四小姐喜不喜欢，那果子饮中的百灵果可是早晨新到的，奴婢瞧着新鲜，便做了一杯，让云香给您端来了。四小姐喜欢就好。你为何要下毒害小姐？下毒？奴婢没有啊！若不是小姐明察秋毫，些许就着了你的道了。那果子饮是你做的，不是你下的毒，还能是谁？小姐，奴婢是真的没有下毒啊！往常的果子饮都是出自奴婢之手，奴婢又不蠢，怎会在自己做的食物中下毒？真不是你？奴婢敢对天发誓，自从上次被小姐打了一顿，奴婢是真不敢有非分之想了。那你呢？小姐明察，此事也绝非奴婢所为。是吗？我听说你最近和万福勾搭上了。你和万管家好上了？这事我怎么都不知道？小姐，不是奴婢下的毒，奴婢不知啊。再说了，那果子饮是前世做的，奴婢根本没有碰过，又怎会有机会下毒？好你个李氏，竟然想在这里诬陷我！往日里跟老娘的姐平身是装的不成？那果子饮是我做的不假，可杯子还是你亲手洗了烘干的呢。本小姐既然知道你和万福的事情，必定成算在心，不会毫无把握来质问你。你且说他为何要害我？若胆敢有一个字的隐瞒，本小姐顷刻便能要了你的命。小姐，我说，你先下去吧。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可清楚？奴婢来小姐这里，只是为了恭贺小姐乔迁新居，至于其他事，奴婢一概不知。现在可以说了。若奴婢说了，小姐可否饶奴婢一命？如今奴婢有把柄握在小姐手中，今后必定为小姐的命是从。你实话实说，本小姐自会酌情处理。早些年，奴婢去夫人的百合院送燕丝羹，不小心撞破了夫人和万管家的丑事，之后便被他缠上了。只不过奴婢怕夫人针对，就一直偷偷摸摸，没敢对外说一个字。四万家找上奴婢，是因为夫人跟他哭诉四小姐欺负了二小姐，这才给了奴婢毒药，让奴婢下在小姐姐的食物中。柳氏都坐上了相府夫人的位置了，还如此不知足，早早的便在凤泽萧头顶种上了一片青青草坪。看来昨晚将侍卫扔进他房里，也不算冤枉了他。你知道的就这些。奴婢已经将自己知道的尽数告知了四小姐，若有隐瞒，天打雷劈。将这个吃了，记住，没有下次。多谢小姐，今后奴婢就是小姐的狗。小姐有任何事情，但凭吩咐。小姐，此事咱们不告知老爷吗？奴婢听说万管家修为不低，或许只有老爷才能帮小姐报仇雪恨。我的仇何须他来报？我出去一趟，不必跟着。是。大公子回来了，老爷正在正堂候着呢，奴才带您去可好？看来上次夹他脑门的事情让他记恨上了呢。上次从林暮雪那里迎来的灵石，如今就只剩30万了。接下来还得去弄一个合适的弦音功法，今后花钱的地方定然不少。看来还得想办法赚点钱才是。这不是凤家的那个天才吗？10万灵石的门槛费都拿不出，还想着来拍卖行呢？做梦了吧！悠悠进入空间，来人了。紫薇姐姐，她便是3月后要与我一较高下的凤青羽，赤云国人尽皆知的废材丑女。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居然都能碰上她，还真是倒霉。炼气3重的小废物而已。紫薇姐姐有所不知，这凤青羽不仅是相府小姐，
还是我九皇叔的未婚妻。若不是为了九皇叔的脸面着想，我定要一个指头捏死他。凤青羽连浮生拍卖行的门都进不去，你究竟哪来的底气叫我九皇叔？那又如何？我如今好歹也是陈王未婚妻，总比人暗戳戳恋慕自己的叔叔要强。凤青羽，我劝你收敛一些，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该收敛的是你吧。凤青羽，你连浮生拍卖行的门都进不去，还在这里对韩月公主大放厥词，怎么想的？韩月公主可是当今陛下唯一的嫡长女，你哪来的资格跟她叫板？浮生拍卖行肯定可是有大势力权力的，这回跟定位赤云堂会那叶寒月这几条狗倒是养得不错。贵客，里面请。他竟被封为上宾。那相府的凤清月究竟还有什么来路，竟能成为浮生拍卖行的贵宾？哼，谁知道呢？别看他长得难看，笼络人可是有些手段的。我九皇叔那般冰山人物都被他鼓得团团转呢。兴许那些侍卫是看在我九皇叔面子上罢了。李掌柜，可否借一步说话？不知姑娘来找李某有何要事？想跟李掌柜打听一部功法，还想寄拍一些低阶丹药。姑娘想打听何种功法？御剑飞行。御剑飞行乃仙家法门，若非与宗门相关之人，是学不到这个本事的，还望姑娘见谅。一品归元丹50枚。姑娘稍等，鄙人去就来。凤小姐，我家主子有请。你家主子也在这里？是。带路吧。我就知道他是借九皇叔的面子，真是不要脸的狐狸精！这都还没成亲呢，就敢跟我九皇叔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瞧你这脸红脖子粗的模样，就这点出息，那丫头尚未完全长开，难不成还能在他面前落了下风？可那是我九皇叔又如何？他跟你父皇又不是姨母同胞，若是真心相爱，又何必在乎世俗的眼光？就你这身段，要什么有什么的。陈王年岁与你相当，年轻气盛的，稍作安排便能上钩。芷薇姐姐说的没错，总归我这心里已经装不下其他男子，何不孤注一掷？九皇叔只能是我的。凤小姐请。多谢。你这小子方才跟我夸了半天的女娃娃，便是她？正是。气质倒是与面前这小子极配，不错不错，是个标致的娃娃。丫头，过来让老夫瞧瞧。他是缥缈宗宗主季无心，若是有缘，你们或许能成为师徒。这么说，眼前这老头是叶志涵帮我找来的师傅，居然还是一宗之主，真是有心了。丫头今年多大了？20。20岁，炼气4重，天赋不算好，也不算差，勉强。晚辈是5日前才开始修炼。什么？5日前开始修炼，就已经炼气4重了？晚辈之前经脉堵塞，丹田破损，并不能引气藏气，直到前几日才将丹田修复好。看来丫头得到大机缘了。丫头，你的灵身是什么？你这满脸为难的模样，难不成是土灵根？土灵根也没什么不好啊，你不少师兄都是土灵根，那一身遁地术出神入化，关键时候跑得可快了。也对，也不对。全属性，你竟是全属性？正是。来，丫头，让老夫瞧瞧你的属性强弱。季宗主这属性球若是爆炸，伤害性大不大？丫头放心，为师这测试球可是上乘的晶石打造，内置阵法，质量绝对过关，怎会爆炸呢？全属性满级，似乎质量再好的属性球都不顶用吧？居然是满级属性！哈哈哈哈！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遇见一位满级全属性的天才。丫头，你真是好样的！如何？让你来一趟不亏吧。你若还是不想收徒，我也不勉强你。这样的天才，想必不少人会抢着要。你小子说什么呢？谁说老夫不收徒了？明知道属性球会炸，单单就将你的小媳妇护住了。老夫这么大个活人，你没看到吗？你修为高，炸不死。不知季宗主收徒有何要求？老夫收徒看重的首先是脾气秉性，然后才是天赋。如今丫头对我眼缘，一切都好说。今日你在老夫面前拜3拜，来日再为你补办一个拜师礼，你便正式成为老夫的第9任徒儿了。弟子凤青羽拜见师傅。好好好，乖徒儿，快起来！此刻在外多有不便，待老夫晚点来寻你，再来传授你法门。是。关于徒儿拜师一事，希望师傅暂时不要声张，
放心，老夫忙着呢。走了，不打扰你们小年轻谈情说爱了。主子，您这边没事吧？无碍。那便好。既如此，小的便告退了。有任何吩咐，主子叫南方侍卫来唤小的便是。浮生拍卖行竟是叶静寒的势力。今天谢谢你为我找来师傅。他正巧在赤云国，我正巧碰上他，而你今日正巧来了拍卖行，这是你们的师徒缘分，不必谢我。阿景，我不喜欢欠人人情，你可缺什么？若是在我能力范围内，定要为你寻来。你觉得我会缺什么？无论如何，人情我都欠下了。今后若有机会，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青羽府中还有事，便不多打扰陈王殿下了。龙鳞笔，削铁如泥，倒是个不错的防身武器。接下来还得想办法赚钱，叶静寒那边也得想个合适的回礼。小姐，您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小姐不对劲啊，往常都没见她这样过。主人，咱们现在要去哪里？宗祠。柳氏被罚跪宗祠，万福果然借着夜色到了这里来。悠悠，你去帮我将我爹引到宗祠，小心点，不要暴露了你的身份。主人放心。福哥，我好恨之前没有杀了凤青羽，他若是死了，也便不会有最近这些糟心的事情了。瑶儿也仍旧是赤云国第一美人，将来定能嫁一个好夫婿。云儿放心，我已经做了安排，凤青羽必定活不过几日。那时候明明是你先认识的我，却还要让我被凤杰霄注意到。这些年来，我一直想问你，你的前途当真比我们的感情重要吗？如果没有前途，又该如何维持感情？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好，还有瑶儿。你当真以为我会在乎这眼前的繁华？凤心瑶似乎不是凤婵霄的亲生女儿，那凤元晕呢？云儿，为了瑶儿，你也要忍一忍。福哥，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忍不忍的已经不重要了，只是我这心里仍旧放心不下瑶儿。瑶儿年岁小，这些年在咱们的保护下，单纯善良的如同一张白纸，她远不是那凤青羽的对手。刘氏万福，竟敢背着我暗度陈仓！还请老爷明鉴，是柳氏勾引的奴才，奴才这才猪油蒙了心，跑来奏辞啊！狗奴才，到如今这般天地了，你还想骗我？难怪白日里你为柳氏求情，原来是早有私情。这些年我对你不薄，你竟敢在我的后院掀风起浪！柳氏，我虽妻妾成群，但对你也算有几分真心。这些年未曾亏待过你，你瞧瞧你自己看人的眼光，这便是你暗中相好了10几年的男人。妾身深知自己遇人不淑，可惜时间不能倒流，否则妾身定一心一意服侍相爷。娘是被凤青羽害的，求爹爹网开一面，放过娘吧。柳氏，你跟我说句实话，瑶儿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在说什么？瑶儿怎么可能不是爹爹的亲生女儿？我想听你亲口说，是也不是。孩子确是你亲生子，姐验亲时一验便知。瑶儿，今后娘亲不在，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爹爹，娘亲是被陷害的呀！如果不是凤青羽那贱人，娘怎么可能会到如今的地步？青羽害你娘！你说青羽害你娘，证据呢？幸好此次是我亲眼所见，否则还得继续被你们母女俩蒙在鼓里诓骗。这么多年，我竟丝毫没有察觉到你们狠毒肮脏的本性。来人，
万福趁夫人病重骚扰夫人，罪该万死，去修为杖毙。夫人柳氏不堪受辱，当即猝死。二小姐凤新瑶诋毁污蔑四小姐凤青羽，导致姐妹不和，罚闭门思过1月。凤青羽，你的丹田碎裂之仇已经报了。柳氏如今身败名裂，修为尽失，命不久矣。你可还满意？下一个，该轮到凤新瑶了。宗祠的那一出，是你安排的吧？谢谢。为何谢我？他们的事情我很小便知道，所以这些年才一直在宗门中不愿回来，就是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如今，他们也算是罪有应得。那毕竟是你娘，你不恨我？恨，但更多的是解脱。饶是你和我娘恩怨诸多，但我们毕竟是亲兄妹，孰是孰非，我心中自有一柄秤。倒是我小瞧了你的容人之量。不是我有容人之量，而是我懂得，一个家族中，如果心怀不轨者居多，迟早会被覆灭。与其成日活在悔恨中，不如多花点时间在修炼上。倒是你，与我印象都大不一样了。你真是凤青羽？我不是凤青羽，还能是何人？弟子见过师父。跟我来。不过炼气4重，竟跟得上，小丫头不简单啊！丫头，让为师瞧瞧你修补之后的丹田，可有何隐患？你不过炼气修为，便已经修成了丹海。不瞒师父，之前得到机缘修复丹田的时候，直接就形成了丹海。不错不错，丹海前期晋级虽然缓慢，但容纳的灵气却比一般的丹田多，且能越级挑战，对以后的修炼越有好处。你如今炼气4重，可以尝试着御剑飞行了。这是御剑飞行的口诀，御剑飞行乃是宗派中最基础的一种法门，初学起来虽然有难度，但往往学会了御剑飞行才能开始下一种功法。御剑飞行先要凝神静气，前期气要平，心要稳，注意力一集中，平心静气之后默念口诀。丫头，看好了。好，太好了！你如今掌控了御剑飞行的诀窍，只待多多练习便成。好的，师父。这丫头是我带的9名亲传弟子中天赋最出色的一个，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也会是成就最高的一个。相府因为昨夜的变故人心惶惶，如今柳氏已死，在简单的仪式之后草草下葬，万妃杖毙扔去了乱葬岗，凤新瑶被锁在房中不得出。这一系列的动作下来，让不少原来依靠柳如云的下人惊惶不定，应该是会平静一段时间了。云香，小姐，小姐，昨日出大事了，听说夫人没了，外头都在议论呢。小姐不惊讶吗？有何惊讶？正好图个清静。也是，少了个敌人。四小姐，宫里来了人，说是要接您进宫，将夫人之前留在宫里的一样东西还给您。老爷让您稍作打扮，去一趟正堂。小姐，宫里来人会是谁啊？是敌是友？来者不善，先辈早膳，饿了。好的，小姐，奴婢这就去。这位姐姐，我们小姐才刚起床，容她梳洗一番如何？可得快点儿，来的是一个嬷嬷，看起来高高在上，一副不太好打交道的模样。小姐纵然能修炼，但修为尚浅，皇家高手如云，如果皇室之人对小姐不怀好意，可如何是好？小姐，早点已经备好，可以吃了。好。小姐，刚才那个通报的婢子说，宫里来的是一个嬷嬷，看着不太好打交道的样子。待会儿小姐过去千万得当心。知道了。小姐，可要奴婢跟着？不必，你没有修为，跟着反而不安全。在家等我。小姐单刀独马闯皇宫，
我这一颗心总是忽上忽下的，实在慌得很。青羽来了。找我何事？这是太后娘娘身边的贴身嬷嬷徐嬷嬷。凤四小姐让老奴好等。院子离这里远了点，徐嬷嬷见谅。都说凤四小姐弱弱内敛，依老奴看却是传言有虚。徐嬷嬷在深宫经营多年，难道不知传言不可信？凤四小姐随老奴来吧，太后娘娘想必已经在宫中等候多时了。那徐嬷嬷是炼气8重的修为，能不得罪还是不要得罪的好。再者，太后娘娘此番叫你去，不知是好是歹，务必保护好自己。来人，去一趟陈王府，就说四小姐被太后请进了宫里，陈王进出后宫方便，烦请陈王带本相照看一二。另外，备车，本相要进宫面圣。凤四小姐，等等，奴才还在后头呢。谁都想踩我一脚。你还没资格让我审。仗着自己有点修为就了不起了，很好。到了宫里有你哭的。姐姐，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阿吴没有坏心思，阿吴只是怕姐姐遇到危险，想来叮嘱姐姐。叮嘱我？姐姐此次可是要去皇宫。你怎知我要去皇宫？阿吴就是知道。姐姐如果要去皇宫，可否答应阿吴千万不要去长信宫？为何？天机不可泄露。你住在哪里？等姐姐哪日有空了，给你带点好吃的来看你好不好？好啊，往铁匠铺旁边的那条巷子进去，走到头就是了。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姐姐上次能救我，就说明不是坏人。阿吴相信姐姐，也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知道了，小家伙，我得走了。你刚才说的我会注意，谢谢你的提醒。凤四小姐，走吧。姐姐，千万不要进长信宫，不要！阿吴为何知道长信宫有危险？里面唱歌的到底是什么人？若非阿吴提醒，我已凶多吉少。连一个宫女太监的身影都没有，我得尽快出去。凤四小姐，奴婢翠芝。徐嬷嬷到延禧宫之后，才发现自己走太快，将您弄丢了，特意让奴婢回头来找您。你就说本小姐被徐嬷嬷带的路绕晕了，走了许久才走出来，现下没精力再走一遍，待来日养精蓄锐，再来拜见太后娘娘。凤四小姐，这是什么意思？你身为相府四小姐，难不成敢公然忤逆太后娘娘的旨意？若是陛下怪罪下来，恐怕不只是你，整个相府都要遭殃吧。所以太后娘娘这不是召我入宫，而是强迫我入宫。试问我凤青玉做错了什么？太后娘娘要让身旁的人这般欺我。刚才因为徐嬷嬷不小心带错路，我就差点命丧皇宫了。我娘曾经好歹也是皇室的恩人，他们就这般对待恩人的女儿。将仇报！凤四小姐，今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太后娘娘的命令，你还没资格违抗。难道本王也没有资格将他留下？给陈王殿下请安。刚才就是你们要抓本王的未婚妻。奴婢不敢，太后娘娘召凤四小姐进宫，凤四小姐抗旨不遵，奴婢才出此下策，还望陈王殿下恕罪。就凭你们几人，也有资格来染指本王的未婚妻？陈王殿下，饶命！不过是几个下人，九皇叔何至于如此动怒？切莫为了几个下人自降身份。凤青羽，光想站在男人身后庇隐，合适吗？皇姐，能有九皇叔庇护是他的福气。男人天生不就是用来给女人遮风挡雨的吗？何时轮到你来插嘴了？哼，
像你这样的狗腿子，本公主没空理会你。皇姐教训的是。凤四小姐，你母亲尚有遗物在太后手中，你难道真的不想去瞧瞧吗？究竟是何物，竟让太后这般费尽心思想让我去？奴婢这等微末的人物，太后娘娘又怎会告知？凤四小姐亲自去看了就知道了。今日多谢成王殿下替我解围。叫我阿姐。九皇叔，往常只要我在场，凤青玉的目光必定在我身上，但如今她的眼中全没有我。阿景，今日多谢你，不过现下我要进宫面见太后了，来日再亲自搭门道谢，告辞。为何不叫我陪你？明知自己实力不够，为何还要逞强？你难道不知道过刚易折的道理吗？我知道过刚易折的道理，但我别无选择。今日我可以借你的东风，来日呢？阿景，我很感谢你帮助我，但我习惯了一个人，也习惯了靠自己。九皇叔，凤青鱼这般不知好歹的女子，你还理她作甚？何况她那么丑，这天底下的女子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她好看呢。你笑完了，真难看。九皇叔居然说我难看！凤青鱼，既然进了宫，你就别想出去了。太后娘娘，凤四小姐到了。怎么回事？娘娘，奴婢亲眼看他往长信宫去了，此刻为何出现在这里，奴婢确实不知啊。罢了，起来吧，先让他进来，不可露出马脚。是。凤四小姐，太后娘娘让你进来。见过太后。凤四小姐，见到太后娘娘为何不下跪？相府就是这般教凤小姐礼仪的。不是说我娘和我娘的后人面见皇室之人不必行跪拜之礼吗？徐嬷嬷莫不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你罢了罢了，给凤四小姐看座。青玉好奇，不知我娘将何物放在了太后这里。你们先下去吧。是。没想到主灵的女儿都这么大了，岁月当真不饶人。这是13年前你娘放在哀家这里的东西，具体为何物哀家也不知。她只说若有一日你开始修炼了，便让哀家将这个交给你。既然已经拿到了我娘的东西，便不继续叨扰太后了。青玉告退。凤四小姐这般急着离开，难不成还怕哀家吃了你不成？太后会不会吃人我不知道，但方才那长信宫……放心，长信宫一时半刻的死不了人。哀家只不过见你数次对韩月出言不逊，挑衅皇家威严，想惩戒一二而已。不知太后还有何事？哼，你这丫头胆子倒是不小。我们来谈一桩合作如何？哀家听说陈王对你很是不同，你帮哀家设计杀了陈王，哀家许你赤云朝国公之位，你可感兴趣？你若不答应，今日休想走出这大殿！太后难道没察觉此刻胸闷气短，浑身乏力吗？你竟敢对哀家动手脚！不过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已。今日青羽若能平安离开，太后必定无恙。凤青羽，你可知过刚易折，相府几百号人的性命，难道你都不在乎吗？青羽既然敢做，必定想好了万全之策，相府的安危不劳太后娘娘挂心。再者，青羽向来不宜勾心斗角，面对强权，唯有以暴制暴，希望太后娘娘体谅。太后娘娘，陛下和皇后娘娘带着几位皇子公主来请安了，让他们进来吧。你便是凤香与主夫人的女儿凤青羽？
正是。放肆！凤青羽，你身为赤云国的子民，见到我父皇居然敢不下跪！韩月，不得无礼。朕早便说过，比夫人及其后人不必拜朕，倒是跟比邻有几相似，生得一双好眼睛，好气质。只可惜面上的胎记毁了这一副好相貌。原来你便是凤青羽，本宫倒是很期待你和我儿汉月3月后的擂台赛，想必会很精彩。母后可是身子不舒服？无碍，有些乏了。母后年岁大了，往后还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子才是。无碍，修行之人没那么娇弱。行了，若无事便都退下吧。哀家还想和凤姑娘再说2句题子话。皇祖母，您跟凤青这个丑八怪有什么好说的？韩月，你身为皇室公主，当有容人之量，须知人不可貌相。皇祖母教训的是，韩月受教了。都下去吧。皇祖母，可否容汉月跟凤青羽说2句话？韩月有何话，非得现在说。凤青羽，我跟你的擂台赛，敢不敢提前？你想推迟到3月以后，不就是想拖延时间吗？对于修士来说，3月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既然结果不会改变，何不提前？既然是韩月公主所愿，我可以同意。不过什么？你只管说。3日后风云台，你可敢？好，我答应。凤青羽一手毒术出神入化，韩月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竟是风云台！母后看起来脸色不好，可要朕找太医来瞧瞧。出去。是，儿子告退。救我！太后尽管试试，若是杀了我，往后就没人给你解药了。你是什么意思？这毒需10日服1次，再次发作将痛上10倍。太后若不怕死，只要有这个解药在，宫里的药师们迟早能研究出配方。我的毒，整个大陆怕是也没几人能配制出解药。太后如果不信，尽可找人试试。我还有事，这便先走了。太后今日若是命人拦我，我敢保证，你必定会在我前面倒下。凤清月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将之后的布局安排得天衣无缝，是我小瞧她了。太后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凤青羽，去告诉皇后，让她千万叮嘱韩月，小心凤青羽的毒，将宫中的丹师太医尽数找来，哀家有事交代。奴婢遵命，这便去。长这么丑，早被二皇子弃了。人家还有陈王呢。叶菲菲，这种背后袭击人的本事，你不是第一次干了吧？哼，那又如何？本郡主就是看你不顺眼，怎么了？你放手！菲儿，住手！刘舅舅，菲儿，你这是在胡闹！皇宫内院岂是你能放肆的地方？刘舅舅是菲儿的亲舅舅，却为何不帮菲儿，要去帮一个外人？若非你舅舅帮你，你已经身首异处了。身首异处？凤青羽，你太看得起自己了！你呀，明明实力不够，还要跟人家来硬的。你娘就你一个女儿，莫不是想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自己好生想想吧，今后切莫做蠢事了。好歹我也是炼气5重的修为，怎会不敌凤青叶这个炼气3重的废物？刚才若不是六舅舅出手，差点就成功了。凤四小姐，本王代菲儿给你道个歉，希望凤小姐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六王爷也曾为青羽出头，往后只要不主动惹上来，我们便能相平无事。方才本王已经敲打过她了，菲儿素来乖巧聪慧，想必今后不会再犯上来。如此，幸好。凤小姐可是要出宫？正是。正巧本王也要出宫，同行一段路可好？
六王爷请便。本王还有事，接下来便不与凤姑娘一道了，告辞。六王爷慢走。凤小姐若是没有马车，我家王爷或可送您一程。虽然主子没说在这里等凤小姐，但以他对凤小姐的态度，目的已经很明确了。先将人弄上来再说。走吧，回府。太后想让我杀你，他们一直视我为眼中钉，想杀我很久。他让你杀我，必定许了你天大的好处，为何突然将这个消息告诉我？因为你对我有恩，我凤青羽本事虽不及陈王，却恩怨分明，不想杀的人，哪怕许我泼天的富贵也不会去杀。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我知道了。太后给的那个锦盒，不知到底装了什么，得赶紧回府探究一番。本王瞧着你在我六皇兄面前还挺自在的，怎么面对本王便如此拘谨？是本王给了你太大压力，还是皇兄对你而言不一样？怎会？陈王想多了，没有的事。真没有？真没有。也不知为何，每次面对他就会莫名的紧张。看来以后得离他远点。那你为何还叫我陈王？这是第几次提醒了？阿锦。这个给你。无功不受禄，你上次送我的长骨，我尚且不知如何报答，这匕首我不能要。你不必如此抵触，我送你龙鳞戟，只是想你能多个保障，毕竟克妻的名声不太好。克妻？阿锦这等身份地位的人，竟也会在乎所谓的名声？毕竟不是什么好名声，自然是在意的。凤小姐，相府已经到了。阿锦，谢谢你送我回相府，也谢谢你的龙鳞笔，我先走了。四小姐。小姐回来啦！云香，我先回房休息，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是，小姐放心。青儿，我是娘亲啊！青儿可是好奇娘亲为何会将锦盒放于太后处？皇宫有一处龙脉，既能保持娘亲这缕神魂不散，也能最大程度的保存九转灵果的活性。对不起，如果不是当时伤重，娘亲不会在情急之下出此下策。眼下我这缕神魂坚持不了多久，便长话短说了。这个锦盒中有一枚九转灵果，你须得找齐另外4种东西，才能将体内的封印解开。这4种东西分别是九彩月半石、菩提果、寒灵赤莲花、九阶灵兽的脊骨。娘亲知道这几样东西不好找，我会将残魂打入你的体内，待你找齐这几样东西，娘便能为你解开封印，觉醒灵体。觉醒灵体，具体缘由不便明讲。娘亲之前本想亲自为你寻来这些东西，只不过时间不够，只寻得九转灵果。青儿，娘亲眼下没时之间与你多说，否则残余的神魂将来无法为你觉醒灵体，千万保重。据主灵描述，她当时离开前为原主筹划颇多，这便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护吗？主灵说的4种东西凑起来不容易，觉醒灵体的事情不着急，眼下最重要的还是与叶寒月的擂台赛。第一次炼2品丹，结果倒是不错，比起1品丹，精神力消耗竟这般大，品质上乘。休息片刻，趁热打铁再来。全部炼制完毕了。小姐，大小姐和苏小姐来找你了。苏小姐，苏家的苏婉琴。正是。领他们到楼下，我换身衣裳。是。怎么，我这里的茶水不对你们2位大小姐的胃口？你是四妹妹？不过是遮了一道胎记，就不认识了？茶不错，入口微苦，
回味甘甜。你们也尝尝。先不说喝茶的事，我和婉晴刚从外边回来，到处听人说你要和叶寒月上风云台对决，是真是假？你们俩何时勾搭上了？你不要岔开话题。我知道你厉害，但你再厉害也不过是炼气3重的修为，为何非要跟炼气10重的叶寒月杠上？忍这一时之气很困难吗？你虽有黑灵虎，寒月公主的玉面灵虎也不弱，但论血脉，玉面灵虎更胜一筹。你们来我这里便是为了跟我说这个？难不成你以为我们来找你做什么？我今日本是想去城外拓苍山走一趟的，出门遇到了婉晴，又沿途听说了你的消息，才一起赶回来。你真的决定和寒月公主进行擂台赛？上了风云台生死不论，除非主动认输，但她若是趁你认输之前杀人灭口，你岂不是憋屈？所以你们没去拓苍山历练，专门赶回来劝我。既然知道，就听姐一句，风云台去不得。风云台我必须去，为何？就为了一口气？之前是为了一口气，但现在不是。皇族中有我想要的东西，既然你决定了的事情无法改变，那姐姐便祝妹妹全胜而归。多谢大姐。既如此，咱们先走吧，趁着还有3日的时间，让青羽好好修炼。也罢，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修炼。擂台赛那日，我们一定赶回来观战。本湖乃9尾天湖，岂是你这等小小野猫能欺负的？别仗着灵兽5阶的修为就在本湖面前猖狂，待我恢复，定要你好看！完了，这猫修为高，根本挣脱不掉。啊！菲利亚！还是只母老虎。有本事你继续啊！又来！母老虎，你能不能消停点儿？本湖知道你是那个女人的契约兽，不想跟你一般见识。喂，母老虎，你虽然修为比我高一阶，体力可不怎么样，比你强就行。还有，我不叫母老虎，我叫蓝悠悠，这是主人给我取的名字。我叫赤璇。你这只色狐狸，能不能注意点形象？我这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布料吗？又要晋级了。小姐，你已经将自己关在房里1日夜了，该吃点东西了。放在楼下。他来做什么？你的脸，我的脸好了，你不开心？不，为父怎会不开心？自然是开心的。你来我这里干什么？自是有事才来。这里有一枚破厄丹，是我昨日去丹宗求购来的。你和寒月公主的擂台赛尽力就好，若实在不敌，认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以你的天赋，将来迟早能胜他。破厄丹可是5品丹，服用之后能大大提升突破的几率。以相府如今的财力，除非倾家荡岛，否则绝对买不起这么高品的丹药。昨日去丹宗分典的时候，恰巧有个轮值的丹宗长老和元心的师傅是旧识，便卖了我们一个面子，只花了800万灵石便买下来了。你拿走吧，我不需要。我知道你怨我，以前我确实对你疏于管教，也情不由衷错在先，我不为自己辩解。你马上要和寒月公主进行擂台赛，正是用得上破厄丹的时候。为父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便是拥有你们兄妹几人，自是希望你们都能平安无事。唉，你好好修炼，我不打扰了。品质忠诚，忠诚品质的物品破厄丹，仍旧是出自大家之手，也就只有丹宗这等高级丹师辈出的地方才能供应出来。小姐，大公子来了，让他进来。 让他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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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进来。
这里倒比以往好些。他让你来的？没有谁让我来，是我自己来的。这么多年，爹没有求过谁，也没有为谁如此不计后果过。可为了你，他低声下气去求丹宗的人，几乎掏空了相府才求得一枚破厄丹。我知道你不屑，但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为你争取到的最大好处。若不是看你与寒月公主比武在即，我都要嫉妒了。你来，便是想跟我说这些？我只是想告诉你，哪怕你今后会离开，你也仍旧是我凤家的人。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出生在这里，自身的荣辱就已经与相府脱不开干系。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当我想管？若非你是我凤家之人，若非你是我的妹妹，我又何苦多此一举？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如何想，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先走了。家族为了给我续上手臂，请了丹宗的长老出面，将家底掏空了大半。这一切归根垫底都是凤青羽的错。如果不是他，林家也不会花费这样巨大的代价。是他该死！此次寒月公主对战凤青羽，定能将他给杀了！快看啊，寒月公主来了！公主21岁便炼气10重，只要25岁前筑基成功，就能入宗门了。寒月公主手中抱着的难道就是玉面灵狐？不愧是皇室年轻一辈唯一的公主。寒月公主这音容气质，当真比寻常女子金贵得多。看这灵狐的模样，怕也有灵兽5阶的修为了吧？凤清月仗着自己能修炼，不过炼气3重的修为就想挑战寒月公主，这次怕是得栽在寒月公主手中了。就是，已经多少年不曾有人约风云台了，他自己找死，也怨不得别人。静怡，青羽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前后脚出的门吗？怎的还未来？爹，我也不知道啊，兴许路上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哼，凤青羽怎么还没来？是不敢来了吗？不敢来早说呀！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居然临阵脱逃，简直贻笑大方。废物就是废物，上不得台面。就是，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尽了。我相府的人还轮不到你们来议论。将你们的嘴给本公子乖乖闭上！若是再让我听到你们出言不逊，下次削的就不是头发。再拖延下去，就得中午了。哈哈哈！看来老夫今日运气不错，凑上热闹了。竟是缥缈宗的季宗主，贵客光临，君臣这厢有礼了。往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缥缈宗主居然会出现在赤云国，难不成他来此处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只是这季宗主早不来晚不来，偏巧在擂台赛的时候来，难不成是为了收徒？缥缈宗为属12的大势力，收徒乃大事，还得赶紧通知皇兄才是。去一趟皇宫禀告陛下，就说缥缈宗主季无心来了，极有可能是为了收徒而来。是。那老者竟是缥缈宗的季宗主。季宗主为何会来赤云国？难不成专门来看擂台赛的？据说季宗主一直想收个关门弟子，他莫不是想收寒月公主为徒吧？很有可能，毕竟寒月公主的天赋在赤云国数1数2。天啊，寒月公主居然有可能成为缥缈宗主的关门弟子，这运气简直太好了吧！人家可不光运气好，天赋修为也样样出色。若是能成为缥缈宗主的关门弟子，可比芷英姐姐还要强。我一定要拜季无心为师，让九皇皇叔对我刮目相看。九皇叔只能是我一个人的。荀长老，子阳长老。六王爷不必多礼。荀长老说风云台今日有热闹看，这不我就随着一起来了。那是，老夫可是无比想瞧瞧凤家那个丫头的本事。看来我们来得早了，那丫头兴许还在家睡懒觉呢。静怡，你循着来的路去瞧瞧，看青羽那边出什么事了。是，爹爹。荀长老或许高看凤青玉了，此刻40已过一半，他也许是不敢来了吧。年轻人啊，看事不要看表面，
会吃亏的。凤青月就表面上硬气，实则是个十足的懦夫，小家子气得很，自是比不得汉月公主的皇家气度。那是，我皇姐可是我父皇唯一的公主，旁的女子自是比不上的。哼，难不成龙渊公子有异议？哼，本公子前些年游临时曾踏遍玄灵大陆，天赋出众、身份高贵的女子少说也见过千万。你皇姐与那些女子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九皇叔犹如那捂不热的寒冰，也不知要如何才能让他多看我一眼。老夫怎么觉得那丫头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难不成她和你那只小凤凰相约风云台，是因为你的缘故？不是。凤青羽这是什么意思？不是他自己提出来要上风云台吗？为何还不来？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干等老半天了。言而无信，他当真不想在赤云国混了？我真是傻了才会相信凤青羽真的会和韩月公主打擂台赛。就他那三脚猫的功夫，怕是连韩月公主一招都过不去。也是，我要是他，我才不来找虐。凤青羽，你难道承认自己是懦夫吗？我数到10，你若是再不来，我就当你认输了。1、2、3、4、5、6、7、8、9，还有最后一个数字，一旦本公主念出口，你就输了。10。韩月公主所谓的皇家气度，就是在半路上伏击对手。哼，你说我伏击你，证据呢？莫不是不敢来，故意甩锅？若未派人截杀，这几个杀手从何而来？还是那句话，本公主不至于用这种手段去对付你一个炼气3重的修士。再说了，你的敌人又不止我一个，凭什么觉得地上这几个便是本公主派去的人？皇室之人，行事当真龌龊，一介散修，放尊重点。若不是我父皇看中你，你什么都不是。你急什么？本公子又没指名道姓说你皇姐，这么激动，难不成你在心虚？他可是本皇子不要的弃妇，龙渊公子这般为他辩解是几个意思？难不成看上那个丑八怪了？丑八怪，这般出尘绝世女子，又怎会丑？你可知人不可貌相？等你看到他脸上那块恶心的黑色胎记，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哼。我权且当这些人不是你派来的杀手，但我也能保证，胆敢招惹我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不错，比叶寒月那等胸大无脑的女人看起来顺眼多了。叶征，放弃她，绝对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哼，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吧？难不成你真看上她了？哼，欣赏而已。哼，就算看上你也没机会了。他早被我父皇许配给九皇叔了。我是真不懂，他一个丑八怪，居然也值得你们这样夸赞。眼下可否开始我们今日的比拼了？那是自然。不过在这之前，寒月公主可敢与我一赌？有何不敢？赌什么？我这里有一枚5品破译丹，众所周知，即将突破的时候服用破译丹有如神助。我便用这破译丹与寒月公主对赌皇室珍藏的菩提果，可好？破译丹，行，我答应你。
不知子阳长老和荀长老可否为我和寒月公主做个见证，省得到时候有人赖账。这个自然无碍。哼，本公主才不屑赖账，因为本公主一定不会输。青羽是怎么回事？这破恶丹不是让他晋级用的吗？他怎能拿来跟寒月公主对赌？谁知道他想做什么？小子，你说小凤凰是输是赢？他不会输。你倒是对他有信心。他是你的徒弟，修炼方面你当比我更懂他。难不成你觉得他会输？怎么可能？哼，我季无心的徒弟，岂是这么容易输的？你可需要准备一二，解决了那么多杀手，我可以给你点时间休整，省得别人以为我欺负你。对付你不用。狂妄！今日当着九皇叔的面，我便让你死得难看些。凤青羽，你仔细着点，别到时候连我一招都过不了，就贻笑大方了。